得嘞，诸位，今天咱们从一张银行卡的入账短信说起。2025年7月，中办国办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。从那年1月1号算起，凡是符合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，每个孩子每年发3600块，一直发到满3周岁。一孩、二孩、三孩，一视同仁。这笔钱免征个人所得税，认定低保和特困的时候，也不算进家庭收入。中央财政第一年安排预算900亿左右，中央承担90%。到2026年，这笔钱涨到999亿，比上年增长 10.6%。全年各级财政合起来大约1100亿。截至2026年7月，申请2751万条，审核通过2713万条，已经发到2516万人手里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财政掏钱向全国育龄家庭直接发现金。方向上，我要先说一句，这件事是对的，承认养孩子贵，承认这是公共问题，并且真的掏钱，这3步都不容易，走出来了就值得肯定。但今天这期，咱们要把这笔钱和他想解决的那件事放在同一张桌子上，算一笔账，先把骨头亮出来。3600块一年，发3年，一共10800块。而根据育娃人口研究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，全国家庭把一个孩子养到17岁，平均要53万8千块，养到大学本科毕业，平均约68万。10800除以53万8等于 2%， 也就是说，这笔补贴覆盖了一个孩子成年前养育成本的 2%， 而他想影响的是一个100%的决定。诸位，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说补贴少，我是想说，当一个工具的量级和它要解决的问题的量级差了50倍的时候，那这个工具真正在做的可能不是解决问题，是别的事。咱们先把问题的规模摆清楚。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，比2024年少了162万。同年死亡人口1131万，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的2.4亿。年末全国人口14亿0489万，比上年末减少339万。而2021年末的14亿1260万是中国人口的峰值，从那以后连续4年净减少，4年累计减了771万。再往前看一眼曲线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的第一年，出生人口1786万，9年之后的2025年792万，9年腰斩还多。而且这条曲线的前面还有一条更早的曲线在预告它，生育的前一站是结婚。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 610.6 万对，比前一年少了157万对，降幅 20.5%， 创下1980年以来的最低。2026年上半年 327.5 万对，比去年同期又少了26万对，结婚的人少了20%。2-3年后的出生数字会怎么走？不需要预测，只需要等。还有一条曲线来自市场，它比统计局更早用脚投了票。2023年全国幼儿园比上一年减少14800所，在园幼儿减少534万人，一年之内500万个座位空了出来。开幼儿园的人不研究人口学，他们只看报名表，报名表说孩子没了。在这3条曲线面前，10800块是什么？是在坡底下接球。那问题来了，钱为什么不管用？因为大多数人不生，卡住的那件事从来不在补贴那一栏。咱们把育娃那份报告再往细里看，中国把一个孩子养到18岁的成本，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6.06 倍。这个倍数什么水平？澳大利亚 2.08， 法国 2.24， 美国 4.1， 日本 4.18， 中国 6.06， 全球第2高，仅次于韩国的 7.79。 而韩国是什么情况？诸位都知道，总和生育率长期在 0.7 上下，全球垫底。这2个倍数最高的国家恰恰是2个最不生的国家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同一件事的2种写法。再看地区差，上海把一个孩子养到17岁，平均101万，北京93万6，而西藏34万9，青海37万9。您注意，国家补贴是全国一个标准，3600块。在西藏，这笔钱占养育成本的 3.1%， 在上海 1.1%。 生育意愿最低的地方，恰恰是成本最高的地方，补贴的力度和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反着来的。
有意思的是，地方政府自己也知道这个数不够。呼和浩特2025年3月出的细则，一还一次性补1万，2还补5万，按每年1万发到5岁，3还补10万，按每年1万发到10岁。地方的手笔是国家标准的好几倍，这本身就是一份供词。前线的人知道3600不解决问题，可呼和浩特能这么发，是因为它出生人口基数小。让上海按这个比例发，一年就是几百亿，越是人多的地方越发不起，越是发得起的地方越没人，这个死结单靠发钱是解不开的。说到这儿还得插一段历史，不长，但少了他这笔账就不完整。今天为生孩子发钱的这个国家，就在10年前还在为生孩子罚钱。那笔罚款有个学名叫社会抚养费，超生一个孩子按当地人均收入的几倍征收。2014年导演张艺谋因为超生被征了748万，普通人家拿不出这个钱的，有的丢了工作，有的孩子上不了户口。这套制度从80年代一路运转，直到2021年放开三孩，社会抚养费才正式取消。也就是说，从生了要罚到生了发钱，中间只隔了几年。同一套机构，同一批干部，昨天的任务是让你别生，今天的任务是求你快生。我说这段不是翻旧账，我是想指出一件对理解今天至关重要的事：政策掉头可以很快，人心掉头很慢。一代人是在孩子是负担，超生是错误的教育里长大的，这套观念进了骨头。现在政策一夜转向，观念转不了那么快，观念的利息要还很多年。这也是发钱不管用的深层原因之一。钱能改变账面，改不了一代人对生育这件事的底层感受。好，现在说更要紧的第二层，钱只是账面上的那部分。一个人决定要不要孩子，算的其实是3笔账。第一笔是钱，奶粉、尿布、学区房、补习班、大学学费，这笔账玉蛙已经替咱们算了53万8。第二笔是时间，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，这3年谁带？双职工家庭，要么老人来，要么请阿姨，要么有一个人不上班。这3条路，每一条都是成本。老人来是2代人的生活互相挤压，请阿姨1个月好几千，补贴1年的钱不够请2个月。一个人辞职，损失的是一份收入加一条职业生涯。而且这笔账不以现金的形式出现在任何统计里。第3笔是最难算的，那笔一个人还剩多少是自己的。一个年轻人看着自己的父母怎么被自己拖住了20年，再看看自己手里这份随时可能没有的工作，这套还着贷款的房子，他问自己，我拿什么再去拖住另一个人20年？诸位注意，前2笔账钱可以缓解，第3笔账钱缓解不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发钱催生的效果普遍都不理想。匈牙利搞过很激进的政策，生4个孩子的母亲终身免个税，力度不可谓不大。生育率有过短期回升，但没有回到世代更替水平。韩国10几年砸下去几千亿人民币，生育率从 1.3 跌到 0.7， 钱花出去了，曲线没回头。真正被证明有点用的是另一类东西。法国和北欧那套托育服务做到普惠，育儿假父母双方都必须休，复职之后职位有法律保障。法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在欧洲名列前茅，靠的不是发钱最多，是把生了孩子也能正常上班这件事做成了默认选项。这2类政策的区别在哪儿？发钱是补偿你的损失，做托育和育儿假是减少你的损失。补偿是事后给创可贴，减少是事前把刀拿走。现在把这个尺子拿回来量一量咱们自己。托育服务这几年确实在建，普惠托位数在涨，投入是真的，但对绝大多数城市家庭来说，3岁以下的孩子送不出去仍然是常态。不是没有托位，是够得着的托位少，离家远，时间对不上。而另一边，幼儿园1年关1万多所，诸位看出这里头的错位了吗？3岁以上的设施在过剩倒闭，3岁以下的服务却供不上。问题不是没有资源，是资源和需求隔着一堵墙，墙这边空着，墙那边排队。育儿假，各省的产假、陪产假、育儿假都在延长，纸面上给的不少，可执行层面有一个绕不开的现实，假期成本主要由用人单位承担。一个企业算得清这笔账，招一个可能休1年产假回来还要按原职位安排的女性，和招一个不会的人
成本不一样。法律禁止就业性别歧视，这是明文规定。但当假期成本压在企业身上，而企业又不缺人可招的时候，其实不会消失，它只会变得不好取证。面试的时候没人问你打不打算生孩子，他们只是不回你消息了。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个局面，给钱的那一项力度是 2%， 能真正减少损失的那2项，一个在建设中，一个在纸面上。说到这儿得说几句公道话，不然这期就不站得住。第一，育儿补贴是实实在在的进步。中国以前的生育支持主要是放开限制，从独生子女到2孩到3孩一路松绑，但那是允许你生，不是帮你养。现在开始掏钱了，这是从不管到管一点的转变，方向对。第二，900亿、999亿不是小数目，而且中央承担90%，避免了财政困难的省份发不出来，这个设计是有考虑的。发放也是真发到了2500万人，钱是实的。第三，发钱这件事本身有它的价值，它是一个信号，国家承认养孩子是公共事务，不是你自己家的事，信号有信号的作用，不能只看金额。第四，人口下降不是中国独有，东亚全体、南欧、东欧都在跌，日本设了专门的儿童家庭厅，韩国砸了那么多钱，曲线照样往下。这里头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，不是哪个政策造成的，也不是哪个政策能扭转的。那我批的是什么？我批的不是这笔钱少，我批的是当一件事的难点在于时间和风险的时候，你只在钱这一栏上使劲，那就是在最容易的地方使劲。发钱是最容易的政策，它见效快，看得见，可以立刻宣布覆盖2500万人。而托育要建设施，要培养人，要长期投入。育儿假要动企业的利益，要真的去查歧视，这2件都难，都慢，都不好拿来汇报。一个体系在容易的地方用力，在难的地方喊口号，这个特征咱们这几期反复见到。第16期讲养老金，动作是延迟退休和提高缴费年限，都是从个人身上找补。第17期讲医保集采，动作是把药价压到地板，压的是供应端。这一期讲生育，动作是发钱，发的是3600块。3件事，3个领域，同一个手法，在自己能直接控制的那个变量上加压，而不去碰那个结构性的需要动利益的部分。得嘞，收个尾。回到开头那条入账短信，3600块对一个正在犹豫的家庭意味着什么？可能是3个月的奶粉钱，可能是半年托班费的一部分。它不改变那个决定，但它可能让一个已经做了决定的家庭压力小一点点。这个作用是真实的，不该被否定，领到的人该领。但如果有人把这笔钱说成是应对人口问题的答案，那我得说一句，53.8万的账单，给了10800块的优惠券，不能叫解决，只能叫慰问。真正决定一个人生不生的，是他抬头看未来那几十年的时候，看见的是什么？是房贷还剩几年？是这份工作还能干多久？是孩子上学要不要拼学区？是自己老了以后有没有人管？这些东西合起来才是那个决定的分母。补贴动的是分子，分母一动不动。而分母恰恰是这几期咱们一直在讲的那些东西，养老金的池子，医保的池子，就业的处境，房子和户口的2道门槛。它们不是4件事，它们是同一件事的4个侧面。所以下次再看见多措并举提振生育这类说法，先别看措施有几条，就问一句，这些措施里有几条是在减少一个家庭的损失，而不是在补偿他的损失？这个比例是多少？答案就是多少。爱听不听，因其名矣，求其有声。咱们下期见。